对，追一个上线。是的，如果说是拿一手全交或者说是杂货商，你这个冒险家是真不太好找。包括你这个幸运儿，他也有可能真是给你牵制起来。对，他也是要防一下那个怀表的。对，主要是很难去处理弓箭手这个点位啊。无论是喧嚣还是杂货商，确实对这种远程 OP 的角色还是有几分忌惮的。木屋给他腾出来了，让对木屋去选，让监管者去选择了。对，木屋直接给腾出来了。这个选点的话呢，幸运儿可能会有点危险，而且幸运儿的转点的话，如果你不想干扰到冒险家，你还不能直线往大房走。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皮皮虾的话呢，是直接往大房2楼上去了啊，外侧楼梯直接上去了。然后博德阳的话，这边是想，一直在看，对，看那边能不能透到18的冒险家。是的，啊，那既然没有的话呢，就能正常追击，直接追幸运儿了。不过幸运儿是一个纯化险为夷啊，确实牵制上来说可能会有些难受。那这个道具其实是许愿失败了，摸的是一瓶香水。这香水的话运用的好，应该也是能废一个笼子的。对，先钻，放香水钻过去，然后另外一侧拆笼。再回香，哇，这个香水利用到了最大化。但这里又补了一个围笼，还是拿到了第2刀。2个笼子拿到1刀啊。不过幸运儿的话，因为他有一个庄园老友啊，其实也是凑合当弹射用一下。这一刀其实拿到之后，围笼其实还有个剩，还能再放。再放，插眼，好躲呀！钻过去，骗，翻，钻回去。这边的一个交互其实会变慢。对，皮皮虾是以为佩佩会再骗他一波啊，没有选择去交互啊，选择想去把这个笼子时间给拖过去啊，但是差一点。那后现在密码机也就是有一个1台半了。对，冒险家手里的话还是有树叶啊，50树叶。看一下这波依旧的人选，冒险家这一局的话，他是带了一个纯双弹啊，没有带化险为夷。那现在化险为夷的话，一个在椅子上坐着，另外一个就是来救人的大副。那这波救人看看能不能争一个无伤啊，因为幸运儿的话肯定是牵制不动的。哦，这刀空了，应该有机会无伤。哎呀，但是救下来之后给到了1刀。那这样幸运儿的话，看看能不能努力一下。哦，硬翻箱子，为自己的下一波做铺垫。只能摸一把消防枪吧，还是说是要摸什么呢？反正100%嘛，现在是，应该是要枪吧，还是要怀表？怀表的话应该能溜。对，一个稳定牵制。对，枪的话好像也不好溜啊。枪的话可能就是后期会便宜给队友这种，但是怀表的话，确实下一波被救下来之后，他是能用怀表去拖出一个至少20秒的时间的。是的，大副现在想要去找一个冒险家去弥补这个状态。但是苦草的话，因为他是被通缉了。路人方面的话，也让弓箭手来了。等一下这波的话，弓箭手过来，一定要给到1刀之后，让幸运儿把这个怀表给摇出来。给到刀。下来之后，其实可以稍微 OP 一下，补个50的撕裂值，然后这边原地等待，再补一下，再原地等待，一直等，摇出来，摇怀表，这样的话，这个笼子不太好拿刀。对，皮伤现在就可以进行一波破译了。是的，好，第2段也摇到了，那这个笼子是可以完美的废掉。下一个笼子应该是够呛了啊，没有办法，看有没有队友帮，应该没有队友管，他们想外围先去修密码机优先啊。是的。进入到板区，但是被这个围笼直接给吸过去了。哇，佩佩这波过来，哇，隔着一个板子，这个极限刀气啊，打到了。没办法，这个围笼其实刚好就把这个板子给笼罩住了。你想站在这个板子后是不太可能的。对，他只能是露出来一点点啊，这个肩膀。所以看一下这波啊，脸上是有一个水桶的遗产的。对，而听声音这个应该是71的。对，而皮皮章的话呢要小心了，因为他半状态，而且他是没有回光返照的。不过脸上的倒是枯草以及18很难被找到啊。那枯草手里还有一个怀表，这样的局面反而是成都竞技比较喜欢看到的。对啊，我最能溜的人站出来牵制。这刀先给，因为距离太近，怕摇表出现一些失误。这边的话，底牌直接切传送过去，落地就是一个半状态，而且没有回光返照的皮皮章，如果打到针对的话，可能至少能稳一个3抓啊。是的，毕竟没有回光返照，你在开门战的时候也没有办法保证自己。哇，这边的话笼子是极限掉下去了，对，掉了。过去这个撕裂值，一个位移还是计算了一个撕裂值。但还好，这个笼子其实持续下来时间还在，骗过来。而且的话，皮皮章是当面交掉了飞轮，所以佩佩现在心里也有数了。脸上这边的遗产虽然说是冒险家拿书页可以去修啊，但不好的消息是有一个地下室啊，这个地下室你是不太好出得去。对。而且现在也没有化险为夷，你怎么去拯救这个弓箭手呢？冒险家得先过来，然后把这个密码机点亮，点亮了之后外围压机，然后再下去救援。
但是吧，弓箭不好救啊，他没有回光返照这个事情，给到一刀，然后冒险家的话就往外冲，看看能不能帮忙扛到这一刀。没放笼子的话，两个人都很勇敢。这还那放笼子了就，哦，这被落地刀了。你亮不亮呢？这边还在，哎，但是他不知道弓箭手这边有没有带红反照，并没有选择打一个针对。是的啊，佩佩的话感觉这当时可以直接打弓箭手，但是起不来的呀。是的。那这样的话也行吧，反正密码机点亮之后，率先击倒了冒险家，这样弓箭手的位置也大概能锁定在方向大门这个方向，而且脚印也漏了。大夫现在只能顾着自己，先把这个门点开。对，保证先别被4抓啊。对。皮张这边不太好跑。对，手里原力是足够的，再放一个15米龙。是的。原力值还跟得上，变成9米，但没有打到一个弱点啊。是的。哇，跟钻过来，正好一个位移叠满这个撕裂值，这一刀还是躲掉了。那看一下枯草那边要不要富贵险中求一下啊？那还是想要富贵险中求一下。那有传送啊？对，直接传送过去。这边的话暂时没有耳鸣，看看佩佩要往这边排一下，起耳鸣了。哎，这里其实是有点危险的。有点危险。如果说在这个位置要是被佩佩给打到刀，你是跑不到门的。对，可能是一个奔4走啊。摇表，但是好在手里有一个怀表啊，这个地方佩佩应该是准备回去稳3抓了。是的，自己先把这个围笼拆掉。对，我们观察一下地窖的位置是在木屋吗？地窖的位置是在木屋，应该是在木屋了。一张起来的话也不是很好走啊。对，佩佩这边的话，其实是把这个位置他给他确定了，你让他知道这边是肯定救不了了，对，直接过来找这个皮章。找皮章，而且的话地窖不在这里，佩佩可以慢慢找，甚至可以说先拉拖一下。那大副走了的话，这边起乌鸦的速度会很快。皮章这边不太好躲呀，因为你这个耳鸣其实它是比较好预判到的。对。而且这个就是从佩佩自己回来速度来看，基本上他是进不了大房的啊。飞轮，但是没进了板，那这样的话直接击倒啊。佩佩这边是完成了一个3抓啊，先手上场完成3抓，还是确保自己走一个。对，一战啊，一战。他好像只能带闪吧？对，只能带闪了。我感觉带着市场的话，你好像第一个人追的也会有点费劲，会慢一些。对，还是带闪会稳健一些。带闪的话，我觉得起码这局是输不了的啊。哪怕说是一个平局来讲的话呢，落后的也不是很多。是的，像抓小木屋气象的话也行，但如果是过去先逼大副一块表的话呢，再去中场去大房也 OK。是的，大副的话主要是你前期不逼他道具，后期这块表人家就按着。进入比赛画面啊，直接奔木屋去了啊，也不想管大副了，后边再说，直接去找一下神坠。神坠的一个气象学家在木屋已经做好牵制的准备了。他刚刚不敢过去直接找这个大副，他就是怕担心，就是一旦过去找这个，到时候求生者就不知道在哪了。不过这个强风是没有吹断影月的啊，那前面好在还有板木，还可以玩一玩，而且的话回速也已经交了，还是不亏的。把这个回速避免了，其实也行。对。但是在木屋追气象的话呢，这好像是能拿刀了吧？哦，是的，已经画好了云，但是想留着上2楼用吗？这样的话，直接起飞上2楼了，把自己的能量全都已经用光了。对，这个云是一个巨型云啊。对，然后自己带的还是一个飞轮，并没有一个双弹，那这样点位其实是拉不开的。对，他就是想给一刀，然后正常我去转到一个大房大点，道具的话也不用太省，只要转进这个点就有升的希望啊。然后下来就可以直接逼出来闪现。把闪现逼了，但是闪现的还没好。前面的话应该是大房外的一个雪人机的双板区，看要不要弹。飞轮还在预判。交出来交闪带走了。1台半，密码机1台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如果歌剧演员带闪的话呢，他不会把这个局的下限给就是能兜不住的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发生啊。所以这局的话，怎么着看也是一个平起。那就要就近的一个木偶师过来先补一个化险为夷。想捏一下红光，骗一下红光，看一下木偶师会不会交互啊？但是木偶师这边也很稳健。这个化险为夷套出之后，就可以直接让求生者去带到一个大房，或者说带到一个月亮门偏角落的位置，看能不能这次把木偶师打到一个1/4的状态啊。好像索性直接不变身了。那就是这波救人的话，监管者还是挺赚的。木偶师这个状态很残。哎，想让他直接修到210。哇，好博弈啊！神坠这波假装走，实则一个回头盖板。那这化险为夷时间其实是有点难拖出的。对，前面能不能交互？哇，慢了一点点，刚有点小卡脚。是。那这边应该能拖出来化险为夷时间，影月还断了。是的，回速不敢交啊，回速这边他不敢去往那个点转，但是能绕到。哎，给到一刀啊，但是活出化险为夷了。是的，确实。那这波救人还是挺赚的。
但是无非就是木偶师状态掉的有点难受，对而且这边挂到了一台遗产机，大副还是要过来再次套一个化对，险再套一个化解梅姨，这化险梅姨到时候就让他直接去往大门去倒地，密码机就可以直接亮掉2枚一窗了。是，哇，赶紧这一刀，哇，还是有点早就了。确实，主要他预判到大副的位置啊。对，这椅子淘汰进度其实还能再做个20秒的。对，但是还是被预判到了位置，还想追一下双倒吗？算了，还是找找神坠会倒在哪里吧，是，要不然一会儿跟丢了就太亏了。这里由于救的有点早，其实江秋这里打的还能有一些说法。对，因为外边一台密码机它有的亮不了。现在相当于就是3台密码机都能传嘛。对，挂上之后，传一台，然后直接去续节奏。是的，局面上会有一些变化。连麦窗那边找201窗，我找想闪好吧。传送。连麦窗那边直接亮了，他是想把怀表逼涛涛的怀表给逼了，对，怀表逼出来。然后另外2个人的话呢，暂时也没有碰70的这个大房的密码机。他其实不如什么？不如就是说我先去木屋那边找人，然后等你这边的大副把密码机，哎，回来正好吃了1段表，吃了3段表。是的，这里其实技术有点亏了，因为你自己这边一个技能，你现在把这个大副就算给解决掉，外围密码机它是一个满装在那里进行破译。对，是的。哎，这个传送可不敢交啊，交了之后大房就直接开修了，起码得击倒。现在不能交。对。然后周日师这边是可以卡过来的，可以卡半，卡半的话，其实密码机就能压。这局面其实还是锁定，也能去争着走一个。对，应该是偏3抓，目前这个局面。因为你大副现在是手上没有道具的，在开门战它是一个突破口，是，他一定不会去先找这个猫猫。而且你看他们压的密码机离门还是比较近的。哦，这边有点躲着这个周日师啊，一个蓄力刀，这样的话密码机是能够的。是的，救了下来，给到一刀，95、96、97，哎，好像有点极限，回头一个硬摸，这刀出吧，给到一刀，是，那直接去追大副了啊，只能追到大副。周日师身上的话，马上一个3层喉，门已经在点了，但是周日师不太好走啊，不太好走。对，而且这边能秒挂，挂上之后的话，江秋还得排一排这个周师的位置，然后再选择把传送交了。想着去藏起来走地窖。对，我觉得其实传送直接交也行，因为这边救下来他离门也远，也是可以的，对吧？但他也担心，他担心这个是一波回手套。对，回手把这个他应该得先回溯一下再传，感觉。这里要盘的这么极限吗？他不太确定这个周师在哪里。传过去，但是2个人已经到门口了，太晚了。确实，这一波的话，我感觉啊，要不就是往大房方向排2步。古董商的话呢，虽然说他跟小丑的博弈空间还是很大的，但是被骗的这种场面也是经常见到啊，所以还是挺考验双方的一个发挥的。当然，小丑这个角色就是你一顺百顺，不顺的时候你是真的被按着头欺负呀。是的，对吧？经常是我们看到小丑这个非常无助的这个画面，是吧？小丑在离得巨远啊。那这里离得近的就是古董商以及这个祭司，要不要先提着去骗一骗？就是说你上来先不拉这个无限狙。可以啊，完全可以啊，因为你这个前锋太远了，你要是拉着一个无限狙过去找他的话，我感觉这个前锋会藏。对，点会比较好一些。好，进入比赛画面啊，这个非常柔顺的一头秀发，是的，小丑皮肤啊，非常的蓬松哈。啊，确实。看这边无限狙先捡，哦呦，运气也挺好，直接上来先有2个。2个挨得还贼近。抬举压迫啊，假装拉锯。现在打小丑的话，大家前期都不太敢修啊。是的，小丑这边的话呢是带了狂暴愤怒，然后右边的话呢是一个快签。他现在其实就想找这个祭司，你如果祭司在脸上的话，我就可以直接先平地追你。对，你总肯定会去打这个洞的，你打完了洞我跟钻。对，还在找，拉这个锯直接过去找这个前锋了。直接那个锯居然都不捡一下，不想捡了，因为他争这个时间，他怕为了去分秒必争。对，啊，没事，这边有一个进大房了。好，这边博弈，骗前锋，再骗，翻过去，出去，前锋已经走了，那这个锯，哦呦，想回头拉这个球，把这个监护者撞断啊，这个很难，因为得撞到屁股才可以啊，是的，撞头是没有用的。他拉这个球好像拉慢了一点点，也是。对。但是好在也没有浪费多少球啊，没错，直接选择钻洞。这边选择装好一个无限锯，然后给到一刀直接拉锯。是的，
把这个洞得打一下。对，那这样摸的时间可又够久了。对，再装一个风翼，那不一定去找前锋了吧？可能在中间找节奏了。如果说是有求生者在中场能给到机会的话，他就可以直接转手去换。对他找前锋的话，其实反而不太好。还在骗这个机关枪，还在骗。哦，这边是正好躲过了古董商这个机关枪的这个棍气啊。是的，这个扫射好像刚打出来的时候，正好被打断了。对，再交个闪现想骗。当然飞轮是已经交过了，提前啊，在刚才骗的时候已经交过了。这样拉锯子一个点4就能接着给你打断了，现在就等一个闪现的身距。这个圆形的地方很难交闪啊，那这边的话走到一个交互点，可以选择交闪了。哎，这密码机还真不太够啊。嗯，先装无限距，因为他看到前锋在旁边了。装了一个风翼啊，风翼，然后直接挂到狮子楼附近，想装救。装救哇，过来，球还是非常长的啊。要不帮忙扛一下吧？不扛哦，让他钻祭司的洞。哎呦，小短球还是再装晕一次。对，得给前锋一句了。这样的话，要不要考虑再去换挂呢？他现在呢也是要看前锋这边身距有没有给机会，没给机会的话就接着追。跟钻进来，哎，奖励一个这个无限距。是。刚刚也是只能装救。对，过去找一下涛涛。找涛涛这个小短板不太好玩，但是他手里有一个飞轮，哎，飞轮没摁出来。对他想拿着飞轮卡这个板的中间。对，卡这个板中间还能再稍微活一会儿啊，但是这个短板应该也是很难转走的。对，挂在外边，不能挂地下室。有祭司这边的局势，你不能挂地下室的。对，一直干扰到这个猫猫以及神坠啊，尤其是神坠这一局基本上没怎么修，一直在摸人。对。猫猫的话，它已经状态也调好了嘛。让密码机其实还是有点少的，因为他们这个阵容化险为夷，这是在前锋的身上。对，而且现在手里已经没有人有化险为夷了。对，再过来救的话，也有可能会打到一个震慑，因为小丑这边的一个真的灵针起手，你是防不了的。是，这个就是看你的博弈了，就是你觉得他会什么时候出局啊？你要说看到他这个出动画了，你再松手，那真木压不了，超过了反应极限了。对，这边拉下去，直接想去逼求生者过来救，那你要这样去打的话，他这边就可以过来救了。有一个飞轮，帮忙扛。飞轮祭司这边帮忙吸到了这个刀气啊，好信任队友啊！光让一个人去使用这个飞轮。对啊，也在断，想办法拿自己去挡住这个锯子，挡不住，绕过了啊！这个绝对速度还是更快的。现在前方手里有飞轮，飞轮也给骗出来了。骗出来，但这边交互，哎呀，还是倒了。对，涛涛这个博弈的话，确实面对一个2阶小丑啊，有点害怕。说实话，真有点害怕这个博弈。对，他上来这个2阶距其实速度还是有点偏快的，只能进行一个预判。没错，而且这个板子也太短了。对，先完成了一个上方飞，先再去找一下这个猫猫。找一下猫猫。消现在还有一个3棍啊。是的。下板。哇，给到一刀，他是要吃这个，就是要吃这个无限距正选的转点。其实我觉得这手里在这个地方捏一个点刺也是可以的，点刺它的范围是最大的啊，这样直接交闪。交完闪现挂上，然后再去拉无限距去，出去去找这个祭司或者飞行家。对，不过这一局密码机是能够的啊，现在再过去应该也是很难来得及了。是的，装一个3件套，感觉来不及了。过去密码机是能亮，而且没准还要被李宝给拦截一下。现在最好是不要去找这个李宝，直接去找这个祭司。对，直接去找着祭司，尽可能把这个状态给他打出来。对，但祭司旁边有一个安全洞，直接跟钻不管了。没事，反正有抗阻。因为他闪现现在用了，你要是直接去守这个古董商，你肯定是守不下来。外边密码机能压好，那你到时候开门战没有闪现，你这个局面可能就是3个人跑3个。是。再拉锯子，想把这个状态强行打断。哦，打断了祭司的打洞。是的，那这样还能再去打一打。外边密码机现在其实不太够，还有4秒，锯子就能再好。祭司的话他是没有回光返照的，有机会能打到的。拿去击倒，那还能再挂。没错，再把祭司挂上。祭司的话，他应该是知道没有携带回光返照的，所以如果打祭司针对的话，这一局还是有多抓面。没错，现在就打一个针对了。现在可以不用出去找这个古董商，你知道古董商直接亮了，对吧？猫猫这边选择直接点门，然后这边顶着一个挽留啊，直接开始拉锯。你敢亮，那我这边的话直接拉锯出来。但是他的目标肯定不是去找这个猫猫，他想找谁呢？他想找古董商。这边有耳鸣的话，选择直接先排，这样的话能确保没人去救。是的，找这个飞行家。飞行家这边位置也已经是出现了，但是有大喷的话，是不是能走门啊？感觉手里还有个锯，还能不能骗了？应该走门了，直接装好之后，我这还得等 CD， 而且的话呢，对面满状态的队友还能帮我扛，还是难拦。对，这波其实还有个点4，选择管门可能会好一些。
没办法。那这样的话，这局保平，保平的话呢，对于成都机来说确实不一定够啊，第6呗，对吧？你收插我得交我的道具啊，交我的喷气背包，交我的球，交我的这个火箭，看能不能包得上呢？哇，好难呀！我觉得鱼女打这个阵容还挺难的，虽然说佩佩她是一个绝活鱼女啊，但是保平为主啊、对，想去争胜的话，择一个左边中间，想把这个密码机直接给它锁住。是的。现在补成一个十字的位置啊，然后登龙门的话，这样火灾调查员散门给到了邮差。是。好，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直接先往中场扔个插，先把密码机给它围住。是的，然后去大房方向啊，找一下这个邮差。皮皮虾的邮差已经往大房2楼方向走了，这个插，先上楼，先上楼吧。包嘛。对，这个移动速度是非常快的啊，已经有点超距了，把鱼叉给收回来。那已经近身了，近身皮皮虾了。而且的话呢，外围因为封锁这台嘛，外围可以直接开修了。这狗直接给躲掉了，那有没有机会能拿到这一刀呢？好像能拿到啊。收插，先收，这个位置再不收的话就要进板了。哇，来得及。哇，天，还是感觉收慢了一点点。收插太优雅了，说实话，太优雅了。这个事儿吧，就没办法，优雅和这个强度可能不能兼得啊。哎，这边翻窗出去70多的一个水汽，水汽81了，80多了。哎，那这里甚至能包啊！是的，这里一包之后，直接完成一个半伤，你必须要转出去。咬到，然后再交一个窗，那这样水汽开始掉了，而且带着狗回游的速度很慢。这不太好包到了，能拿得到吗？只能交闪。闪。交闪有队友能来迎接一下吗？好像没有队友哎。草这边也不在中场，就大家都各自在忙自己的修密码机的这个事业啊。大家都很忙，没有过来这个队友。交过去，但是没有。这差太大了。哇，这水汽范围是太广。只能说这个飞轮是赌对了，就是佩佩让他们以为要玩喧嚣，大家都没有带飞轮，全带双塔拿点。这要真有个飞轮，这水汽一堵，对，一消，这局感觉就走向3跑了。是的，能有一个牵制3台密码机嘛？没错啊，看一下这边的救援啊，当然鱼女的话，她也是一个手椅型的监管者嘛，看看这波水汽围过来的一波救援。过来救援的是火灾调查员皮皮章，他是有一个外围突进的一个能力的。哎，收过来，这里就要博弈一下刀了。鱼女出刀速度很快的，直接救！我的天哪，那没毛病。哎，为什么我救鱼女就是直接扯，就是给了震慑？天哪，鱼女这个刀速，它还真的是在于一个博弈上，你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很准确的木牙也是。没错，过去然后收插，又把中场密码机给封住了。这里在跟。枯草的话想要远处进行 OB， 但是这边位置好像来不太及。走位躲掉了这个火箭，擦肩而过呀。是，佩佩反应也是快啊。对，想挂地下室。既然想挂地下，这个地方应该没有带，他没有带巨钳嘛，很难挂。看一下这波的手椅吧。是，这波手椅的话，就是可能决定的到底是平局还是说赢局的一个关键了。最后他密码机才30啊，这波救下来有个化险为夷，密码机可能还是需要保一下才够啊。对，救下来之后帮忙扛一下，这边想要火箭直接炸晕，但是位置只能造成减速。哇，又是直接扯，主要有减速，他那刀好像够不着。哎，这里再一次撞到邮差，那感觉就奔着平局走了。这一局不太好争。对，除非这个火箭再次过来 OB 一下，想 OB 吗？好像想试一试，哎，回头一下吗？啊，这边倒地之前还砸个板。是的，确实想试一试，直接倒了一个脚。哎，但是这个火箭并没有使出来吗？对，枯草可能觉得他不太敢签的这么快啊，想稍微管一下，预判错了。艾诚果断，直接去了大房进行一波手密码机，入口直接堵住。哇，想硬修啊？那是能修。哇，鱼女这个蓄力刀，看着真着急啊！这个蓄力刀。直接打，给到一刀，直接亮，密码机直接点亮，那用闪现再留住一个人，任务就是完成。先追飞行家吗？追火灾调查员他没有道具了。那要是追飞行家的话，手里有闪现，把他解决掉之后，你这个火灾其实他也跑不掉。对，但是平局够了。哇，交闪了，这边我觉得其实好像能隔双刀啊。这佩佩其实打的也很稳啊。对，其实他要正确的去追这个飞行家，他用了这个悬停，你这个火灾其实是跑不掉的。对，悬停用了也就用了，我闪现直接跟就行。是，就是怕飞行家什么呢？我收插之后交悬停，然后我只能溜达着去跟，可能容易出事儿。先选取一种最稳妥的做法啊，把这个平局保住，把5比3的优势留到第3局，而且第3局的话还是 TE 的一个主场选图。那这样的话也是正成一个保平。第2局双方握手言和，救完人之后也可以帮忙扛。对，
鹿头的话，这个选择有点太平淡了啊，就是既不如这个艾维、喧嚣他们的上限高，又不如噩梦或者其他的一些角色出其不意，选了一个鹿头，就相当于是没有那么快的，没有什么特点的一个选择。从他的角色池里边选，但是我觉得从他的角色池里边选鹿头也不是一个特别优的选择啊。是的，他可能觉得现在目前一个手感好，或者说是觉得这个可能鹿头近期练得多，然后这张地图他又经常玩，是吧？好，进入比赛画面啊，直接往大船方向走，是找逃离的机械师。机械师原地放了一个娃娃之后，这娃娃是想用来去藏，让他手去破译吧？外围破译，因为他们其实说实话，宝瓶就是哎跳下来想骗啊，故意跳下来了，然后这边看到一个娃娃。但是听到声音了，可以上头直接去追。是的，这里不能被勾到，这里要是被勾到的话，一个落地刀啊！哎，这个钩子直接给勾空了。这个钩子没有判定到，没有校正过去啊。是，不过这个夹子是封住板区了。还是硬走上去了。啊，这样吗？其实我觉得好像可以过来打落地刀。不去啊！哇，这么细！仙雾梦勾过来的落地刀，身距没有被拉开。那这样牵制其实就有点受限了。翻过去之后倒是能翻，但像隔窗刀吗？啊，打不到，打不到。但是的话呢，它有夹子呀，夹子飞轮冲掉，头铁过板，哇，给秒了1台半。但是还是那句话，外围有幸运儿，然后呢，娃娃也活着呢。是的，挂到2楼，然后让他这个娃娃只能就是说是多跑一些路。可不能掉下去，这个掉下去就有点吓人了。我一直建议这边加一个护栏，你知道吧？是，这个已经这个。建筑安全这一块，这个地方一旦要掉下去，非常严重。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娃娃就能直接破译大船了，它多了半台密码机。对，而且还给外围2个人修机又多了10秒。是的，这涛涛也是过来直接进行救援，他是赶紧过来保住这个娃娃，娃娃不能被勾到一个震慑，还是解决掉了。摇一刀，那这样相当于无伤救啊。就反正这个娃娃还用吗？我觉得没必要用了，给队友剩下吧。反正看看要不要扛刀，不扛刀的话，应该就是给队友留了。那没必要，对，因为你现在是在一个化险为夷的阶段。没错。异性跟上之后击倒了逃离。是的。这边应该是猫猫过来救下一波。是的，到时候让空军过来救，救完之后，你这个娃娃再想要去用的话，就可以去用了。想挂到木屋地下室，劝退他们的救人位。那其实就可以没必要救了。到时候把这个娃娃剩着让空军去捡，空军把这个密码机去破译提升上来。是。高地下室，猫猫的话呢，远程卡住，然后这边通缉是通缉到守墓人啊，这个通缉是个无效通缉。万幸没有通缉到空军，这要通缉到空军的话，求生者其实现在运营就很难打了。肯定是不救了啊。武警村的木屋应该是鹿头众多地下室里边最恐怖的一个了，感觉。对。2个位置全放夹，进都进不来。进来进不来了，对，还真是。这边没什么办法，那得出去找节奏了啊。这个名也不管，要是能找到空军，其实是最好。对，你看这个就是这个角色的上限所在。当我把人挂到椅子上时，我没有什么其他的能做。回头钓鱼。哎，猫猫这边是直接出现在了密码机附近，仙梦逮到了，但是他这个还没有2阶，还差个半刀。是的，现在也只剩一个钩，这个钩能勾到吗？勾到就2阶了。那还没办法，勾不到。猫猫手里有一把枪啊，这个点位枪可以缴，能溜很久啊，感觉。是，这枪交完了之后还有幸运儿的一把枪呢。对，这局相当于是双娃双枪，太奢侈了。对，幸运儿这个武器库啊。等等，从这个点位去绕的话，枪就不太好交了。硬吃一刀吧。硬吃一刀，先幸运梦这边先开出2阶，然后手里的底牌也好了。欧梦现在得接着追。我觉得起码把枪逼一下吧，我感觉。你现在直接出去追，其实空军他还可以去找这个娃娃，把这个娃娃从地下室搬出来，然后再去进行破译啊。还真是啊，捡一下。这个娃娃，哎，没去捡吗？没有，直接开修。这娃娃其实捡了收益很多的，我用来控门，或者说是我用来接着一起进行破译，其实都行的。主要是手里有道具，有把枪，他还得一直搬。这边打断一个钩啊，进入一个冷却。神坠手里的话呢，只有一个娃娃。那神坠这一局他是没有回光返照的啊，没错。然后这边直接传过去，来过去，猫猫这把枪直接交了，还是交了，还是交了，拖时间。对，这次得击倒了。对的，他得击倒之后再去找这个幸运儿。因为他知道角落密码机也不多啊。
所以这个传送有可能还是能拖出来。击倒了之后，要不然就别挂了，直接去找这个角落的星源。但是他没有技能，没有 CD， 对要过去也是溜达的。因为他现在的话，他自己去拖出来自己的一个传送 CD， 直接去下夹子，那自己这个密码机就管不住了，只能挂人了。对，只能挂人了。他现在想而且这个人还得往远挂一点，想给开门战做铺垫，想要不挂，想硬拖。是的，硬拖出来自己的传送。挂了，他看到那边密码机已经停修了啊。是的，挂到这边的一个门口，也等这个时间，等一等，30多秒，挂了。看一下涛涛，这波过来救援应该问题不会很大啊，因为密码机也是压好的，而且他先问开门战要围绕这个门做文章，另外一侧门贴的也比较慢啊。这里其实就会在想，那个遥控丸我没有拿出来，你要是拿出来的话，他手上起码还有一个道具能去扛一扛，还可以去捡一个道具。这波打到震慑的话，不过震慑其实也没关系，对，也没什么用啊，因为他下来的话必须要去撑住这个时间，反正都是要看牵制的。对，这里一勾，交钩，勾完之后不能打，你接着勾，等。然后现在守门人的话最好，对，守门人现在的话最好是直接去贴这个小门。别亮了，往3庄方向走。是的。小门那边的话，他们是故意让他往这边的小船去倒，因为你一旦倒这边呢，我有个娃卡你耳鸣。小船，那个小门那边应该是先拆甲啊。是的，再拆。哎呦，飞轮躲刀再翻过去。哇，反应好快。是的，想利用这个娃用来扛这个刀，但是把司机给卡住了。没有扛到。主要娃娃的话，他蹲下了。哎，不顺手打一下吗？他知道这个耳鸣是娃娃的。那其实也可以顺手打呀。你刚刚不打的话，他这个娃娃到时候再一偷，其实也很尴尬。是。黑刀，然后杏儿那边有个爆点，先等一等，先过去那边的一个小门赶2步，然后再去传送。对，他已经算好这个时间，最后2、3秒的时候传送，底传了，传过去。是的，这里能进去的直接拦住。守门人再过来想要去赶到这个救空军，我觉得有点极限。对，看一下吧。一勾了过来，防一下飞轮，再平 A。守门人这边能救到吗？好像很极限了，要飞了呀！空军救下来了，那应该还平了，保平了。最后1、2秒吧。我天哪，这空军太能做了，这空军。哇，仙无梦其实他也把这个细节做得很极致了，很拉满了。但是他就是可能需要他再极致一点，就是再等2秒钟时间。是的，至少1秒多。对，感觉空军好像就差那一点时间。但传过来，星儿他有飞轮，如果门开了，他应该能走。是的。哇，这个没办法，感觉正好是精密计算当中的啊。没错。那这样保住这个平局，也就要求成都 GG 的求生者必须在下局完成一个。他也很难去牵制出来蜘蛛，因为他这个磁铁他其实缓出来很慢。大家认为就是说开泰源他强在哪里呢？是因为他这个磁铁它是源源不断的，他一直能去到中期的时候，他过来一进行 OB， 他能去拖个至少有个20秒的时间啊。但开泰源这个点要保护起来。是的，然后让他去牵制就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强了。强，确实不强。不是双弹6吗？难道说？但是双弹的话又逼不了蛛丝。对。感觉上这个化险为夷，要么在前锋身上，或者说是前锋跟入殓。好，是心里连找都不找，直接去找皮皮虾了。找皮皮虾勘探员，前期的勘探员是最好惹的呀。到后期没准就是他来找你了。不过这个局面我觉得求生者也是能想象到的，因为勘探员他带了一个牵制天赋嘛，他也是可能接受自己去牵制的。是的。但是光带了一个飞轮啊，没有双弹，那他这个前线拉点其实就没有办法拉得那么快了。要交一个磁铁，直接想让办法从弹下去，吸下去。哎，吸不下去，没吸下去啊！苏打很细节，他从外围绕。对，从外围绕，把这个角度改变了啊，确实很细节。是的，苏打下去，你看这个蛛丝还没交啊，蛛丝90了，马上100的话就可以直接打出来了。这磁铁马上就能续出来第2块，这第2块能不敢交吧？不敢交了。这磁铁直接开始，哎呀！哇，第一刀，前锋这边补撞，但是有这个成瘾症。是的。还得接着追，对，接着追，前面也是逃脱不了一个闪现岛的命运啊。哎，也不一定，万一飞轮预判是吧？有可能，但是现在飞轮预判闪现的情况是少之又少了。那也很大胆了。对，而且蜘蛛的刀预判了也没用，第2刀能很快补上，如果加速刀的话。补上1块磁铁，2块。这边还有一个3层。那这好像是没能连上。想过来帮忙扛刀，这个针对刀打得好啊，苏打。是的，这一刀要是打在心理上的话，这前期节奏可能就是有点差了。还真是。
但蜘蛛也不怕，对吧？我前期再炸，我开门战加幽闭，我就，对吧？关键在于他这个蛛丝马上就要用光，对，这是关键点。现在心里其实就要补上这个化险为夷，前锋不能第一时间过来救。给上化险为夷，让他往哪里带呢？哦，皮上这边是想要过来瞄一眼，到时候能把这个灵柩给他反一次。给到一刀，然后皮章这边也看到了，正好把人救下来。那化险为夷就必须要直接带走了，心里想要帮忙扛，想要让他下来能再牵制一段时间。这边蹭一下蛛丝，然后加第二段。那如果说是这样去打的话，前锋也得来啊。这里的话，马基可就停滞了。皮皮虾已经吃了一个兔了，哇，这一刀打到皮皮虾了，哎，甚至还能可以追18一刀。对，不贪了，想着急挂，他怕这个灵柩到时候能去反，以及就是说前锋过来帮忙。前锋过来他也没撞啊，这个慢了，对，没反应过来可能是的，因为他觉得心里已经就是说是在开始帮忙了，而且他密码器其实没能亮，放下来，但没关系，捡起来，飞轮弹一刀没能弹到，直接减刑，哇，这太阔绰了吧？这他看到灵柩是在中间了。那现在求生者运营就有点难打了，因为勘探员要是再倒，那可就是一个上挂淘汰了。挂飞了，难道他们破幽闭的方法是少一个人？不能吧？有点太冒险了吧？确实，这样再进行追击，弹开，哎，控制抵消啊！不过也刚好，正好也撞晕的，再补一个球，补一个球，但前锋但密码器跟不上啊，前面可以吐一口丝。前锋现在得拿命换才行。你勘探员即使带了回魔反照，你自身现在只剩一个1/4的状态了呀。前锋现在是找心里要个哨，手里的球只剩1/4，这里的球得再补，补完之后再去修机，要不然的话直接帮忙卡位吧。旁边主要还有台大遗产呢。是的。哎，这个歪了，对，没有瞄准好。是的。苏打这边有点陷入到求生者的陷阱里了啊！其实苏打现在不用管，你敢帮忙堵位，我就直接打。对，就应该是直接打的。对你再敢找心理这边的话，直接补入状态，那你心理就要倒地，密码器就要停滞。够了，现在没有人能帮皮皮虾了。对，敢扛就直接打。对，现在闪现马上也要好，还有一个7秒。蛛丝是不是用的有点早了？他着急去贴，想利用这个闪现直接给他击倒掉。是因为闪现马上撞好了，这边还是个吸，这个闪现不能急着用。哇，好久的晕。力求稳。现在前锋还得过来帮忙扛。有这一飞轮顶掉这一波，是前锋直接帮忙卡窗，闪现落地刀，落地刀，堵前锋没球，啊，给他堵到了，牵了起来。小船密码机得赶紧先修亮啊。前锋用了飞轮，然后现在想要先去守一下密码机，因为苏打现在目标就是寻求保平。哎，好消息，幽闭弱化了。是的，现在是小幽闭。你现在还得补个道具啊。你这球只剩个球皮了。哎，这边这小船是个80多的，不敢抢吧？不敢抢，不敢抢。现在道具已经是等同于用完了，不如先去补比较好吧。但苏打现在对他也是有想法的。苏打这边给压力了。对，因为你只剩个球皮了，我针对你其实是可以的，而且这里要是能把你击倒了，就能挂个遗产。哦，他还没有回光返照，这一局苏打很难出什么意外啊。这苏打好像不太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带回光返照，所以想优先再去守一下密码器，看能不能去争个3以上。再加4过来，18也要倒了。这里倒的人就有点多了。没错，这一局很难了啊。皮皮章现在也没有灵柩，自己要是再吃一刀，苏打这边稍微卡了一下位置。这就是蜘蛛，蜘蛛是这个体型角色里边最宽的一个啊。就在这边玩，反正我蛛丝越来越多，你们的命肯定是有限的嘛。对，加斯拿了这一刀。把所有人的这个绝处逢生全部打掉。对，现在开门战不留伏笔。是的，现在其实甚至可以把这个心理挂回来。苏打太稳了，来不及了，心理起来了。是他刚刚是有这个意图的。这里看到了前锋，再找古早，还能再补，这个飞轮抵用。哦，忘了，没有反应过来。是的，前锋没自愈了，不挂也起不来，选择直接挂上。但他不知道前锋到底有没有就是说带那个回光返照，因为他化险为夷到现在还没用出来过。有没有带这个事情，好像也不是说特别影响了啊。对，因为他现在就守着这个门口，就守着这个椅子，其实就行。对，这头上成分也有，看起来是一个4抓局，甚至是没人能过来救得了，因为他们现在局面是需要去争的这个3，至少你要保平，但你要保平，你就得去救这个前锋。对，我看到了皮皮章。下这个高速公路，管一下遗产机。是的，又能管遗产，还能再管椅子上的人。皮
皮皮商这位置被发现看到了，了，救不了啊？怎么救呢？这地方要倒了感觉。哎呦，哇，皮皮章这个藏武艺很好我藏的，速度好快啊！哦，那这样的话能牵起来，密码啊机应该是亮不了的。哎，不过出去牵吗95好像也来得及。 ？98、99，密码机，哇，没办法，而且亮了之后也救不到前锋了。这局苏打应该已经拿下了，就看看能不能4抓。没错，现在就直接去找这个18。是。哎，这个蛛丝刚好没了。哎，这个蛛丝也没了，啊，这不巧了吗？运气不佳，不过这个蛛丝现在手上量还剩一个60多，对，马其实而且找到了18，两层丝，这点位前面再交一层啊，这个地方应该是倒了，直接给到一刀带走。那这样完成一个4抓，也是要恭喜 T 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是的，在胜场上也是追平了成都GG了。对，然后都是2胜。从净胜分上的话，他们也是拿到了2个小积分的。是的，较于歌剧来讲会更危险一点。是的，这个区选的话就不会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了。因为像歌剧，你可能去摸一个护腕呐、包括一些位移道具，还是相对来讲有用的，我可以进到点位。但这个区选的话，就会给到幸运儿这边前期有一个补充自己道具的空间了。对，新眼站的话，马上就是有一个箱子在脸上，还是有这个时间去摸的。那左右两侧一个气象跟，来看一下这边的话，果然还是往鬼屋走。哦，是选择了反绕回来，还是要去找一下气象学家？对，因为感觉气象现在是离站台比较远的，它的一个走位是在帐篷附近。然后这个位置的话，也是看你的一个走向，然后选择进左右两边的板区。那这里感觉找气象还要一定时间，找到了，但这边围龙不好交，2个板在里面。插个眼，看一下，哎，抽一刀，这个平地刀给的还是有点亏的，因为你这样子的话被迫要往外转。对，但又不能转得太开，因为跛脚羊的围龙的话能给你罩回来。哎，这边选择陈云，但是过来之后有一个钻龙的风险，看一下。这边是到了一个马戏团的台上，对，但这边的话位置是比较差的，有个平地刀的机会，相当于是一个大空地。哦，强风。这边没办法，而且要赶紧走啊！这边还有个地下室。哎，这个拿到时间中规中矩吧，就双方都能接受。然后看一下这边还有这个气象屏吗？哦哟，但是直接是打下来了。对，他是最后只有一个层云了。按照稳定来说，这个层云交出来，然后再废一个围龙的话，其实对于夏雪来这波一次牵制就非常成功了。那这样的话也压到了救人卫这边的一个密码机，可能也会给到你一些插眼。然后这边想要必救，骗了一手怀表，然后这个位置过来，手上愿力值是非常够的。第二段也摇到了。其实这个救人应该是还比较稳健的。对对对，把围龙拆掉，也是尽可能去消耗一下你的愿力值，给一刀成功救下。这边就应该不想缠双刀了。但是你发现外面密码机这把幸运儿放出去之后，这个密码机修得很快，对，非常快。应该是只有3个人，但是外面是有4个人的。对的，而且这边倒地的话也是选择倒陈某人附近，那这样子的话，这边也可以套出第2个化险为夷。东武这一局的一个部署安排还说还是挺成功的。这边椅子也是想往遗产这边先挂一挂。是。刚刚桥上的时候插眼还没好，这边的话也稍微干扰一下。不过陈某人有盾的话，其实救人也是比较稳的。这个盾起得非常早，所以说应该是要选择被逼救了。那把人救下，密码其实不太够，这边再去追击一手。给到，那化险为夷出来之后，基本上密码机会来到一个最后的20左右吧。还是55的那台会稍微慢一点。对的。看一下承载这边还是来了，来 OB 一下。这愿力挺多的。但主要他还是做到一个拖时间，尽量不要让白纸这边淘汰。是。那看一下摸的一个进度啊。把人罩住，然后拆掉了，看来不来得及。放下，放下来能不能再给摸上？那这样子的话，强摸的话放龙给一刀，哎，预判到了，没有给他震慑。再接着摸，不过这个进度应该是不太够的，因为刚刚看才60多。现在90多的一个密码机还是不太够，两个人先混起来，但是没有前错。
还是签到了气象学家。对，因为密码机真的是蛮极限的，如果签错放一下，很有可能会够啊。对，那这样幸运儿就会比较尴尬，你刚刚道具都交过了。而且在脸上手上有个飞轮，直接给到一刀倒地。另外一边的门的话是50多，这边应该是可以看到桥上的蓝的，选择直接传送落地，起盾。两边的话都没有第一时间啊，是骗了一下。就尽可能不消耗这里的愿力值嘛。对年纪来说还是比较谨慎的。我等你起完盾之后再进行击倒。跳过来给一刀，然后另外一边幸运儿的位置也在桥上。大副的点位他是刚才有观察到的。对，在鬼屋桥想要点到起点站要一定的时间的。是的，所以你这一步还是有机会再进行过去半场拦截。我到现在手里的愿力不太够，这边毕竟倒在了终点的一个角里啊。已经点上了50多，而且这个位置要不要去排一下幸运儿？没有选择排，直接落地过去，看一下2个尾龙。但这个门感觉90多，愿力不够啊，太够了。那应该还是要拿下一手平局。哇，那这样子的话也是双方战平，对吧？但我感觉这把的话，对于德物来讲，他们是非常牧师跟教授，对，他这个方向来说就更加偏向于跛脚羊。然后歌剧来说的话，他是比较担心园丁这种，因为对于他来说，毕竟拿刀越快越好，对吧？哎，是选在了中间呐、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有摇摆空间哦。对，因为看一下吧，离幸运儿也蛮近的，而且幸运儿那个点位前期只能靠自己的包裹。对。好，来看一下，去起点站找一下赤红的魔术师。对，并没有去找幸运儿。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区选或者说这个追击方案来说，是完全按照求生方的一个思路去走了。会让他们比较想看到嘛。主棒想去卡隐月没给到，但是也没同时没给到刀，可以的。不过这边的话还是要搏一下板，因为身位的话比较危险啊，直接过板。是的。拿到这一刀的话，看一下要上车。对，但这个距离其实下车之后，如果没有人点站台灯的话，是很难进行牵制。但这边一个失误卡脚，哎，那就不同了。这个身位就会给到很远。赤红他有机会再拉到3站，或者是拉到鬼屋都可以。没错没错。但这边感觉是有点犹豫，就不确定这个位置来的方向，但还是同样在这个。因为在求生视角应该不太清楚监管有没有断啊。没错，在卡一手隐约，但是回头给刀。对，然后这个点位也会相对来讲比较差一点了。那这手时长感觉效果就不一样了呀。可以到鬼屋踹掉那台一半的密码机。而且你看到阿车这边是脸上修的，其实我不用去鬼屋踹，两边都有。对。我踹修得快的这个，那这个进度就不太够了。对。来，现在打一手拦截蒙一下，看能不能蒙到。那无限这边就是要尽量压满啊。对的，哎，第3段摇到，那回头感觉差不多要扯了。这个淘汰进度已经有点极限了。给一刀，直接抓真空器，给到一刀，那无伤就下，还是选择打大副一刀。那赤红的话手里有魔术棒，其实还是有机会再牵制一下，因为毕竟梦幻小明他的一个技能也暴露了。对的。看能不能再多拖一点时间，把刚刚丢掉的密码机给补回来了。这边的板区是比较多的。一刀没有打到。那这样已经是拖出了这个化险为时间了。而你手上的技能暴露了嘛，是一种失常，但同样还是一个翻板慢翻的话，给到了一刀。感觉这局对于求生方来说，得在中后期拉扯得非常好才行了。对，因为这个魔术师还是蛮难去保住的，而且如果他淘汰之后密码机应该差的也会比较多。因为现在是魔师没有道具，对吧？外围的话，大副这边是给到了一个状态，我觉得尽可能要去提前把这状态调起来。看一下砍梦的话，也是要尽快贴过来，毕竟这个位置比较远啊。手里是有一定的道具的。一刀。没有打算浇香水，那看一下这把枪。的话没有给到，哎，浇是摁错了吗？因为我觉得可能那个身位浇枪会比较合适一点点，但是浇香水的话，就是应该还是有点小误触了。对，因为这个回数比较极限嘛，这一刀。就可能没有教好，但是现在有把枪的话也可以自保一下，但这个点位我觉得牵制格局是特别难的。对，而且一把枪之后，你毕竟不是空军开枪嘛，幸运儿本身开枪这个眩晕时间不是
很久啊。对的，交枪了，但是没有打断隐月，所以说对于卡梦来说，距离拉开还是非常难。这边要找进鬼板，感觉是有点极限。一个隐月过来，哎，断了一手。但这边还是一个短板嘛。对的，手上有飞轮，看能不能博弈得到。我一刀，这边的话有个这样有身位机。会再去转另外一块板，毕竟手里是有飞轮可以补距离的。哇，这边浪费隐月想给刀，但是哎，板间，哇，哎天哪！我的天，这我个感觉他是在歌剧的刀气底下一直在跳舞。很灵性的一个走位对，啊。躲了好几刀，因为梦幻小明这波已经是属于我想直接过板拿你刀了。是的，那这样子其实反而是把中间的这个时间完全给拖起来了，而且大副这边状态调好了。对，中间是给到了一次暖雨。对，那手上失常的话，其实脸上是并没有给到密码机去踹的，而且大副无形这里是直接卡过来，那台20多的其实不太有意义。对对踹的话不太有意义。反而把技能给交了。对的，然后现在的话，其实无形它的一个位置就比较好去了。如果说你位移过去去交市场的话，我就可以进行一波无伤救，但没有选择，距离拉得有点远。哦，那这样子被逼救了，而且幸运儿下也没道具，所以说一定要吃刀救。那这样的话，卡莫就直接回到刚刚的一个遗产附近去牵制，但这边应该蛮难去上车或者再牵制的。对。我觉得梦幻小明踹的话也行，就是这样，他的密码机是一定不够的。对，不是他当时无形就那个位置的话，一定要压在说你过去穿密码机的时候，我是可以进行。我就马上救。这样子下移之后，我再进行扛刀，或者说我再压满过来，然后再去拖一个状态会比较好一些。那现在半状态的话，只能交怀表硬救。如果想要救人的话，但是如果交了怀表去吃这个红圈救人的话，你是没有扛刀的说法的。是，因为你过几秒自己会倒地，而且还有危险。看一下吧，看一下能不能蒙到，还在蒙，但是这边抓出刀后摇救，但是幸运儿打一手针对。那其实梦幻小明也不太想打你。那这样的话，幸运儿是一个挂飞的状态，密码机还差一些些，而且无形的道具是已经交光了。对的。啊，这个位置无形没有任何道具，然后选择去排一下起点门，但是门没有人。然后密码机的话也是直接亮了，但阿策从压机的地方跑到终点站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这边耳鸣已经起了，看一下地窖的话还是比较近的，是在鬼屋的周边。但是没有任何道具，想走这个地窖怕是有点困难吧？哦，而且现在往鬼板走了。对，已经逼到鬼板的话，应该是蛮难再跑到地窖附近了。争取跑一个吧，应该就是这边尽可能拖时间，然后让那边千雪家赶紧点门。先把这些板子都给用完了，这里一个抽刀。另外一边门也是点开，一个传送。去看一下。对的。不行的话就再回来。还是一个3抓。感觉求生者的话，可能后期的话也是往这个方向去打了，因为其实开局的节奏对于求生方来说还是挺差的。对，再加上监管带的一手技能嘛，是让他们本来是有1台半，最后是变成了只有1台的量。其实比较意外的一点在于说魔术师这个位置他带。那这样的话，其实我感觉冒险家还是相对来讲有一点点压力，有点危险。对，冒险家跟古董商都有危险，因为这2手角色的话，古董商属于是跟你去硬拼的。已经是这个3连击附近脸上的地形最复杂的一个点了。脸上冒险家很近啊。对，甚至说都不一定有机会说我给你拉开一个好好躲藏的身位。是的，因为我们前面也见到过很多，就是那种。这个真的不是很好苟啊！你看这边把143照出来，就已经看到冒险家的一个位置了，就必须得先跑，没办法，就根本躲不了。这手技术下来落地，新尺度59，那开始控场了。这张图的话，其实也是比较方便控场监管去控的，因为密码机是离得很近的。是的，甚至说这局因为保证了自己要稳定去牵制，不知道对面是选什么监管嘛，带一个双弹，对，所以说没有飞轮去规避这个侵蚀度的一个说法在。现在也是先把自己的一个弹射交出来，尽量给你拉开一些身位。对的，然后侵蚀度现在也是来到61。那看一下这边伊森能不能卡到这手喷。那现在属于是142人跟本体都在夹击，而且冒险家稍微回头看了一下。侵蚀度稍微涨了一点点，对，但是没有喷到，那还是给到一定整点空间的。是的，这边是减缓了自己吃第1刀的一个时间很久了。前面的话就必须要回头去牵制了，因为侵蚀度已经满了，这边有闪现，所以年底的话果断就直接喷。
看一下前面，如果有一个贴近身位的机会，可能就直接击倒了。对的，能闪吧？这把对于外面那个干扰也比较多，像古斗上跟中场都是有干扰到的，直接把闪现一交。这张地图密码机还是比较集中的。对。然后他们如果说能把中场的密码机给控住的话，其实外围密码机都会有辐射到。主要是求生的一个牵制也总会说在中场的一个附近。对，没办法，带了双弹就必须要转点嘛。对，我就要去找这种交互。是。看一下陈某人先救，因为的话没有带红光返照嘛，所以说让他前期先把这个救援给。是没有补到技术，这一波有点亏了。感觉想给飞行家这边是吃了技术过来的。啊，看一下这边冒险家还能再带得远一点哦。对。还是喷满给一刀，开了自己的2阶。就感觉这一局其实对于年轻来说，我觉得是很有机会吧。冒险家的话，其实对于求生来讲也不太好去把它保下来，它本身是没什么有牵制的一些道具嘛。是。就一直进行干扰，然后呢，就球员方这边的话，稳定自己把化险为交出来。对，但同样的话，也是你每一波救人，我是给你打掉状态的。对的。那这样冒险家如果淘汰之后，你们的状态会是一个问题。主要后期的话，我还是有追击的人在场上。是的。像古董商也好，和半状态的人也好，闪现的话也会拖好下一个嘛。有护腕，喷一下打断。但没有选择博弈子，直接 A 了一刀。那落地下来的话，有个90度，把一层召回再招出来，然后利用一个2阶，看想去直接击倒了。看一下这边想卡一手逃片吗？但是浪费了自己的一个弹射。这样的话是要进入到一个淘汰节奏，而且外面的话密码机会差2个半台，2个小半台。但其实这一局球员方还是，就对于德乌来说，我觉得他们首先进步很大，就在于说，你看密码机他们其实不用太让人担心，还是很快的。对，不会说多修啊，包括他们倒地的位置什么的安排的都很好。那现在的话，一旦艾维想过来控场，可能这边的密码机要稍微放一放。对的，给喷气过来，啊，就这样子利用伊森再往外控。对，那墓地那台是有点管不住了，只能先站住红毯，然后逼他们再去外围修一修。那这个时候飞行家就很危险了，因为你身上这个闪现是快好的，而且是没有回光返照的那个人。对，但有背包，有2背包，就看这背包怎么交，落地下来，喷满给一刀。想偷这台密码机吗？那这样全员残的话就不太好去运营了。对的，其实这时候来的会有点着急。现在的话，给到这边密码机有2个逃片。对，一时半会儿也拆不掉，可能就是暂时得放掉这台密码机了。也就3台了。对。就现在是飞行家佣兵跟古董商1人1台，然后这边技术马上也好了，要给去陈某人一个技术。等一下，先落地佣兵的台，再激速一下这边飞行家的。现在是哪一台都有点修不太了。对，主要是红毯这边有2个逃片，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2个逃片的话，导致最多这一台反而是修不了的。对，最限制的一个，因为我外围开密码机，反而是给到你监管这边就要出来去管嘛。那这边过来。交了一个2阶的话，是有一个上移节奏，而且另外2个人都是半状态的情况下，那2台密码机也比较少。这个距离很远，挂墓地，然后我去管陈某人密码机，佣兵这边赶过来救人，有点疲于奔命了。现在对，就是来救人的人不好救，可能会双倒。那其次修的这个人也不太好压机的。是的。对，伊森会过来给到你干扰。这个传送落地下来，交背包，手上有闪现，喷断，再想喷断一个，平地有刀。好像不需要闪现了。另外一边他也知道你佣兵是没有办法踢得那么快，所以说我这边把人再给击倒，有点让求生疲于奔命了。是的，因为你这边摸不了密码机，对吧？而且两边往这边赶的话呢，也容易被我拦到啊。看现在你去摸密码机，那我这边的话再补上一个技术，再落地。对你这是一个给一棍没关系，只要第2棍不给到就行了。看一下，喷断，手上闪现，要不要选择交呢？去把限制度卡满，飞轮顶掉。还是要保稳。哇，年轻好。觉得本体我站在这儿了，就算我没击倒，但是只要这台密码机你开不掉就行。对，把最多2台给控住先。是的。但是我觉得刚刚交闪，对，其实交闪现还是好一点，因为刚刚交闪现的话，我觉得快速拿一个2次击倒嘛。那这个时候交也行，因为还是大推跟红毯控住了，然后小推那边的话比较远。是，注意到中推那边在动了，把伊森往那边挪。
而且古董商的二阶马话也是上好了2挂了，其实这边也不敢硬修啊，不然传过去。哇，这个高喷完全断了节奏。那我要选择把人往外处压，然后中间那边红毯一碰到回去。对，这边的话，古董商是一个挂飞的状态了，有点争分夺秒了。哎，但是那看一下。这样的话，其实密码机已经被求生者磨的有比较多的一个进度了。是的，他是利用大推的陶片拉近跟中推的距离，然后位移过来，再用本体去压住前面有密码机，再用本体去回到红毯。哇，这个年景的思路转变真的非常快。而且把佣兵的道具逼的也是比较多了。是的，补上，而且落地喷满，这波主要是这波你没有任何道具了，你之前已经用背包废掉我很多次的一个传送了。真的太丝滑，这控场真的是争分夺秒。97密码机，然后另外一边的话你没有回光返照嘛，所以说只能选择开。而且这边是一个2挂的状态了，看一下2个人去点2个门而且这里是古董商点门会非常非常慢啊。对，然后伊森再去小门附近吧，我觉得要不很满。那伊森在这儿的话，感觉就有点来不及了，因为那边佣兵是个满状态，你赶过去传送他的门也可以硬吃一刀点开。想着还是快速击倒，那另外一边应该是可以把门点开了。然后斗武最后也是做了一个最好的决策，就是我赶紧亮密码机，2个人分开点门，我是能保证我一定走一个的。对，因为当时对于年检来讲，我的14人跟本体还是集中在密码机附近，是选用了3次，对，然后胜率是100%，这个是很恐怖的一个数据啊。这个图对于喧嚣来讲，我觉得本身它就有很高速的一个位移嘛，我2个空中飞人，我一整张图我都能管得到了。最后还是定在了小门，看等他确定 ，OK， 对，那还是到小门。小门这边的话就封禁到大腿密码机，然后起追的目标脸上就是入殓师。对，起追的话这边应该也不太有摇摆空间了，还是要往入殓师这边走。阿策这边的话是想直接去翻一下中场的窗户啊，但这边第一颗球肯定是稳定上绕的。我第2个分身没有上到，没错，但也架住了入殓的一个位置。所以的话还是反向去一手墓地，这边的板区资源比较多。对。然后这个位置的话，双进行好了，金远程给到1颗，看一下第2个能否给到。窥视姐先插上。哎，扭一下走位，躲掉了命中范围。这边的话，进板的博弈成功。来，本体的话想给到这个干冰的。是的，那这样就很舒适了。因为其实这一刀开，刚刚如果说过板给到的话，就开启1阶了。这个板子落地的话就很难牵制了。这样的话还要再等第2波双重惊喜啊。是，这边双重惊喜没给出来，但第2次给的话是没有给到，还行。远程的一个双重惊喜是上到了1颗。这边也是在提防前锋，因为前锋也知道，如果说你倒地我再来 OB 的话，已经来不及了。你带了窥视者也是成功防了这手，但是一个空中飞人，但这边卡莫直接绕过来了，螺旋球还是成功撞到，而且这个是大球，但有窥视的原因，可能这边拉的一个点位并没有拉开，还是有一个倒地空间。哦，那我感觉密码机还是亏的比较多一点。对。因为撞是撞到了，但是对于入殓来讲的话，没有拉开太多的一个身位。是的，还是在一个双重经济范围之内。选择是自己反身了，就这个球撞的是很漂亮的，但这个距离的话，可能毕竟前面弹射交过了，而且有插眼在啊。对。先等你的一个盾消失，这边应该是没什么办法，就尽量倒得远一点。对。哦，这个角落也是想多拖一点时间。没错。那我们看前锋那边还是没撒手，因为毕竟前期的话，他的密码机会慢一点点。这里的话，不过我觉得好处是他这一波其他人的状态都很好。是，就都保住了状态，然后反正这局目标是保平嘛，就保平我们的比分大家都打平，对吧？然后求生方这边再过来交一个化险为夷，我觉得其实整个对局的密码机量是比较够的。节奏的话不会有太多的一个波折，但是一个红球是把技能给打断，拉扯下来给到1刀，开启2阶要躲一个出刀，躲掉了，那这样就有双倒的风险，打到一个双倒。对，主要是入殓师这边很难牵制起来。对，这博板密码机的话。
只来到最后一台了，其实快。最后一台的话差的比较多。普通飞人一个预判翻回去，哇，一颗给到一颗球。是这个一直在啊。那这边的话，凯蒙又来了。对的，这一波感觉是有机会啊，因为前锋这边的球量还挺足的。主要最后一台密码机应该也是有人去修啊。对，在赶路，因为毕竟你飞行家双倒了。如果说飞行家没双倒的话，这把机子真的是很有压力。对。现在的话，片双惊喜，哎，没交出来。又回来翻再躲一个，但还是要持刀。对，但这个地方的话，如果撞下来，我是可以直接翻板的。我身上一颗球标记都没有。空中飞人也交了，双惊喜进入 CD， 手上的话还有球，这一波就来回翻。是的，空中飞人给逼掉了。对的，一个反弹拉开。这边你还是要去处理这个前锋的。对，但现在的一个局势就在于说。我没办法换追，切给手兴奋，但是同样，其实这种兴奋一切的话，给到学员方一个很好的信号就是什么？就是你开门战，首先你甄嬛是暴露的，对吧？然后你底牌现在也暴露了，对，底牌也暴露了，没有挽留，而且双方道具很多，对，小游家这边还有输，而且前锋是带了飞轮的，他是可以操作你的一个惊吓标记，位置卡手视野，然后知道你来的一个距离再去翻窗。那看一下九生现在主要还是没有贴到门，贴门会比较慢，对，这边给上一个红球。那感觉往这边走的话就会比较难了。小家来了，想要过来帮忙。对的，双手惊喜没给到，第一个有说法，能不能放位，但是被打断了，被红球打断了，看一下，不能踩到这样的一个区域，一直压着红球不给你交技能，还是一个换位过来砸板，前锋得赶紧走。空中飞人还有一段，看一下这个窗户，这边要去卡一手，空中飞人飞过来。还剩下2颗球，双龙惊喜 CD 好了，给上，还是一波击倒，飞轮没交出来，可惜了。那这样子的话，看一下双龙惊喜还有一段贴近身位，还有说法能去争胜吗？小说家把人击倒了。但无心过来去挂人，主要还是来摸人了，主要还是因为你没有挽留嘛，所以说他们比较赶进来去操作一下。是无心这边是一个单化险唯一啊，其实只能给压力，没什么作用。现在看一下，主要小说家那个刚刚倒地，现在应该不太好去给摸起来。对的，因为该是牵过来的，然后2个空中飞人，说实话这一局可能能极限起来，但是能不能守门，那就只能无心过来给你救人的压力了。先保小说家走，但是要注意无心他自己已经没道具了。这边骗小说家，骗你过来，但其实2边都在骗。小说家还是得走。赤红他也在骗，他在骗一个安全身位给到飞行家转点。这个人肯定是不能救的，救的话你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全折在这儿了。对，全折在这儿了，大家都没道具了已经。那看一下莫小米的一个选择，是要拦小游家吗？我觉得不要拦。主要还是你不太清楚这个前锋到底有没有人救。对，还是要回防一下。那这样只要给到飞行家绕到门附近来讲的话，还是能走的。是的。那基本上是一个平局了。就是不肯定救的话，我说实话，这个问题就太大了，因为这个地下室出不来。对对对。这个图其实也有蛮多比较固定的点位嘛，像墓地的长窗啊，以及说甲门那边的一些窗户。甲门窗户的话，可能就更多需要你自己走位啊等等。那墓地窗肯定是完全限制到波轮的，不选。选红蝶谷了。选了红蝶亭。对，因为这个位置的话，我选在这里你是进不了长窗的。那你被迫的话，必须要去上楼跟我去进行博弈啊之类的。你还是得看上楼再往墓地窗中间去转的过程中，到底上了几根刺。对对对。如果一根刺，我觉得球。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直接变轮，那也是拦住无心。对，这样的话赶紧先上2楼，毕竟这边地形的话还是相对有一点点复杂的。那这里是没有上楼啊，想来甲门吗？甲门其实没人的。对的，感觉这边找的方向是要回去找拉队员。但拉队员的话，其实开局走直线就在独栋的一个方向，而且这边没有上刺，直接就变人了。那这样对于拉队员来讲没有什么压迫，压迫感。对，因为这边的话，我进板了之后，你还是要变轮进行追击，然后甚至说我一个花球躲你一次变轮，完全能接受啊。主要还是看能不能上到刺。对，平地一个加速，感觉有点难。哎，给到一次。滚到了。花再加速过来扭掉，然后手上还有花球先交。对，距离比较远，很难夹到啊。这个夹子，但是提前下板了。
那还是得上2根刺之后去解决。感觉这个位置的话是比较好去哦，上到第2根刺了。那手上闪现也好了，是的，这边确定一下转点位置，闪现过来给到一刀。 进行了一个击倒，主要它本身是一个弹射嘛，所以说这边只要走位扭不掉的话就没有办法。对。而且前期我是逼掉了你的花球，那看一下这边头头大师会不会给他换一下。换到了一个2楼下，更有利于他一会儿下来救人了。没错。而这边不是特别好拦啊，还是比较考验你的熟练度了。对，一个加速落地。 但前期的话，因为也是有个被动的嘛，所以说我还是可以直接把人给扯一下。无伤救打到了一个针对，这样子的话其实也好，就是你2阶可能没那么快，因为没拿到太多的一个存在感。不过后面因为本身是有张狂的嘛，看到这边还想拿一刀，那应该是能开启2阶了。对，主要是这个夹子给到了减速效果。对。不过我觉得阿策以及他们第一波往这边转，就是想让他最后是倒在墓地长窗的，看一下2救下来能不能利用这个地形再拖一会儿，因为这样下来他手里是有2个花球的。没错。但问题就在于说，你现在2阶开启了，对，然后我基本上滚到落地下来的话，你只能去刷选，然后逼我变人。看一下再换位，有选择换吗？是换了，换在了外围。 那可能就不是脸上这个人来救了。对的。然后对梦幻小喵来讲，要赶紧出去。因为这边密码机中2楼是开了嘛，然后选择。而且前面吴昕也没掉状态，所以说他可以压满救，而且有个鼻烟炉的情况下，直接无伤救了。救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这里哪怕说吃刀了也不会倒地，还能继续跟。对的。那这个花球的话，直接给到了一个上2楼的机会。是。 那过来的话，只能再上多1根刺，就看一下阿策这边一个窗户博弈啦，一个剑刺开启没有给到，落地下来。但是空地要去能不能进到这个窗？手上2阶的话还有4秒，哎，急了，这边直接变人，不等2阶吗？而且这样的话是先击倒一下逃脱大师，你还是要去变轮再去处理阿策。但是没办法，这边没有回光返照，其实只能硬拖时间。但对于对局来说，影响不大。对，就你现在的注意力还是要在这个拉拉队员身上，你现在把他击倒了，还是要挂一下嘛。那另外一边的门贴的是很近的，而且你这波是没有挽留的。对的，赤龙这边门已经在全数点了，对，然后也看到冰幻交钩赶门，在天上飞过去了，你现在是有点来不及，而且你的技能是交过切了一个插眼，你是没有什么赶路能力的。距离赶过去，感觉还堵了一下，应该是来不太及。然后这边学员方也是完成了一个3跑。感觉这把真的能看出来逃脱大师这个角色的一个有用之处、啊，就不让你干扰遗产，对吧？而且我换下来的位置，我再救下来，你抬的那些什么飞行家什么的，我都追，对吧？甚至还多抓，这个时候没留。中场逃脱大师也是要小心一点啊，对，因为牵制上来讲的话，毕竟歌剧的移速比较快嘛，一旦给到一刀的话，可能就拿你开刀了。是的，还驱赶，但其实这局弓箭手。是直接先冲着中场这边就去了，然后陶大师没有在这边停留啊。再来一下 S 拜，这个移速非常非常快。对。这耳鸣其实是2个人的，一边是橙仔，一边是白纸。还是要先去突破一下弓箭手，一个远程。先给撕裂子，但是这边的话也是直接等。那这样子其实有个离开。心跳范围的话有一点减速啊，但还是不太影响能进板。哎呀，我抽到了一刀，再补上一剑，但这一剑补了，我其实可以不动啊！我踩了板之后我原地不动，因为你这边左右两边你走不掉，你只能卡在中间。是的，回头过来要转的话就只能来这个长板。对，就距离拉不开。对，因为你是绕了一大圈往这边。哎呦，等一下，空了，一剑空了。那前面的真空期还是能进板。不过好在拉拉队员是给到他一个 CD 减少。还是能再稍微牵制一会儿的，不过前面闪现是要好了的啊！这里逃脱大师也是把自己道具交出来，这局闪现飞轮躲了。是的，主要确实我觉得视野上你是一个相当于有点盲闪，你只知道他交互了。对，有个回溯，看一下这边没办法，有视野的一个盲区，所以说不太确定。再一个后撤步，那刀能打到吗？哎呦，可惜，一个侧刀是刚好给到了。
那这样的话，其实已经是属于把弓箭手的道具全都给耗干净了。哦，他很难再去进行一个2次牵制。我感觉他们的阵容选出来就是这样子，然后再选择一手换位，对吧？换到了一个红莲亭的方向。那现在问题就是怎么样把这个弓箭手给保，因为现在的密码机进度的话，没有人保他的话，还是很难撑到开幕战的。对的，对的。对，只有2台半。左手给一刀，然后下来只要打针对就行。这边往墓地里面倒，但密码机的话，其实这一局就慢了很多了，因为配合打太多了嘛。中场这边是帮忙辅助过，所以说密码机进度你看到只有一个50多。对，就是逃脱大师的密码机比较慢，因为他一是给面路，2是后面想扛刀。这里尽量倒远一点的话，看接下来让谁来呢？只能拉队员来。对，拉队员，毕竟我可以给你打这个层数嘛。对，只有拉队员可以能把这个局势稍微的尝试打回来一些。挂墓地的话也是换出去，这样的贴近一下外围来的一个位置，不会给拦截到。还是有点远啊。在这边走了2楼下呢，应该还是给到拉队员贴过来的一个机会了。对，一个回速。一刀救下来，救下来就开始给他打击力。对，但这边有个加速的话，看能不能进入到墓地窗。这边有交互很难。哦，对。那这个倒地之前应该也叠不满呢。这边侧刀还打到拉队员。那感觉就比较坏了，因为你这样挂飞之后，我可以再把拉队员挂上，然后就一直守住拉队员就可以了。对的，因为2波换位已经用过了嘛。对。而且是个地下室。对，就是往里一挂的话，不过好在他们还是有一个化险为在的，就是人是可以救出来。密码机现在也够了，但问题是3个人现在要完成一个3跑，很难。因为这波的话，你必定肯定是会消耗掉这个化险为，然后问题又来了，就是说你打不到4人开幕战，那3个化险为的对局，你开幕战没办法支撑这么久。而且这样的一个安排，但这里的话是想管一下最后一台密码机，而且刚好97开不了，这边是个半状态的人啊。你们单板博弈博到了，那这样还是留残影回溯过来，再给一刀。那这样另外一边你这个化险为相当于是浪费掉了。对。这个时候我没有消耗传送的情况下，又把场控住了。对，对于他来说是非常舒服的，因为你必须3个人都集中在中场的位置，没有人贴门，然后还没有化险为，而且这波想去打拦截，感觉是直接打到一手，不太好救啊。对，有回速，要不要选择交呢？没有交，再拦一刀，加速的话也没办法躲掉这一刀。而且求生那边的话，密码机是稍微差一点点，还是极限亮掉了。亮掉，面炉交出来，这边交了不管，直接去找冰幻，冰幻没有道具。对，而且身位的话也没有拉很开啊，这边最后2个板直接过板了，一刀直接击倒。对，然后另外一边还要跑小门的一个方向。对，刚贴的是中场的密码机，从中场跑到小门还是要一定距离的。很远，那现在只能说让南这边去卡在甲门附近，选择直接落地传送。2挂的病患，你赶过来救人的话也要没时间。哇，又是一个过板。再一次击倒，有个回溯，这边还不好救回来。是能不能排到？已经有耳鸣了。对，应该是能排到的。这个位置会露脚印，看到脚印了。看到了。脚印确定。对他可以确定你救不了人的情况下，我先去把拉拉队员给挂上。因为你们开不了啊，你们门都没点。你刚刚是想去救人的，对的，门又被我守住了。把人挂上。对。另外边刚碰到门。对，主要刚刚也是把头头大师往甲门方向赶了一下。这门夺秒，看一下。感觉机会吗？应该是来得及的吧。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对。这边隐月，只要不断的情况下。好像还是只要有车也会挡一下嘛，你要绕一下这个车，不是直线过去的。对，直线的话应该差不多，会有点极限，可能是你刚到，他也刚开。但是没关系，反正3抓他就已经，他平局就已经完成任务了嘛。是的，那也是恭喜GR拿下本场比赛的一个胜利。所以也得看这一波田忌赛马，让喧嚣先上以后能否拿到优势。如果拿不到优势的话，那你第2回合就被动了呀，因为第2局就变成对面要主动来跟你去进行一个保平了。是的。
看看倪捏这一场面对这样的一个阵容，这个阵容里面其实对于轩霄来讲，其实可以尝试去首追这首咒术师的嘛，可能带一点愤怒，带点这样的一个防御性天赋，当然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看到是气象选到了小船，然后大船下的守墓人再来看一下倪捏这边追击思路，哎，往大船方向去。对，往这个方向走的话，前面是有咒术师，然后后面的一手魔术师也已经提前从大船出来了。那这里逼一下，还可以看到魔术师的位置啊，魔术师已经是往到海边去了。这一波选择追，直接追守墓人，还是压一下身位，把人压进去，然后再去找外围的一个魔术师。是的，稍微逼一下道具，因为他确定自己是把大船的密码机给封掉，你魔术师必须要下船。看一下第二段的双重惊喜有没有机会上个双球？好，但是这边是只上到了1颗。对，周末这个身位把控非常好，是一直在白球的位置给他周旋。没错，一个绕场谢幕，想来一波抽刀，但也没有成功上到，比较可惜。对，然后在这里压身位骗红光，然后也没骗到。周末这边其实博弈还是比较老练的，是非常的稳。他到现在才敲掉了第一个道具。对，看第二波双惊喜上到一颗红球，还差最后一颗土球。再拉一下有没有机会？没有拿到，第二双惊喜也成功规避了。那现在对捏来讲，只有一手绕场谢幕的机会，提前按掉了。那这个地方你就很难再上到那个土球了，只能被迫交移形。这么说，刀可以张狂响起。是的，而且周末前面也是交掉了飞轮。这个板子没有下的话，双球有没有机会？哎，第二个球还是没有补到。对，看一下这波有没有机会拉过去。终于命中，可以。那这话是击倒1分25秒，对于您来讲算是可以接受的一个时间。是的，那求生者这边呢是守墓人前期稍微被干扰了一下，所以他压过来，所以他密码机比较慢。对，但是他的位置其实捏捏应该是确定了，就是从大门方向过来的。对的，而且外围的2台密码机刚点亮。其他2位求生者的一个位置也是确定的，要来救的话，也就只有马尾能够从小木屋赶过来了。是的，马尾帮忙给点压力，但是他应该会走的，最终还是会让守墓人来救。对，所以你看捏捏他其实思路很好，一直在往小木方向看，确定你没来，这也不准备卡半了，打算卡满。对，因为守墓人的位置，被排的比较准确啊，被拦得太远了。是的。外围密码机在抖的话，2名求生者都确定，那最后的狮子的位置也是确定出来了。是，就看这波收益对于捏捏来讲，能不能在狮子手里看看能不能赚点东西。第2颗球，看一下这波双惊喜，现在等出土了。这里出土的话，直接拿刀。哎，卡了一个间隙，这个地方能上到吗？还是补上了一个双重惊喜？那这样的话，把2阶开出来。是的，但是你的双重惊喜第2段只上了1颗球，这一个魔术棒。预判了一下走位，现在魔术师要做的就是尽快往角落去倒，不干扰任何密码机。是的，然后给中场的密码机尽量去多修一点，然后外围的话也是在给守墓人去进行一个暖雨的补状态。一个空中飞人飞过来，那双重惊喜能补上吗？没补到这个球，差一点点。看一下这波，还有波复用的机会，还可以再拉一次。这一下也没中，那这个时间要拖起来了。对，周末在这里牵制了很长时间，让外围的守墓人都把状态调满了。看一下跟上一个走位，红球打倒，可惜飞轮只差了2秒钟。如果这一波能够用飞轮再顶一波的话，是有机会能够翻这个窗的。对的，现在对于捏捏来讲，手里有移形，看一下这波节奏要怎么接。直接切了传送，传上了大船。这边是磊磊，一个强风，没推很远。是，身位对于捏捏来讲还是比较近的，但是气象瓶。使用的还是比较好的，还可以再释放1次。对，主要也是捏捏手里空中飞人次数不多了。这个点位看一下最后一次怎么交吧，应该会选择去画一个层云。这里已经被沉没了，道具没法释放。这波磊磊要做的是尽量往远处倒，尽量不要再干扰这边密码机，或者说再离这个比较难救的椅子远一点。一直被沉没啊，所以导致气象瓶是交不出来。因为最后看了一眼外围密码机，确定了你最后一台密码机是在海边的。能牵过去吗？有点远，我感觉。确实。对，直接放下来，感觉应该是挂不上，所以就提前放。是的。所以放下来的话，要么逼你外面另外的队友过来摸人，对吧？那我利用你来摸人的这个时间段呢，看能不能把破1密码机的这个咒术给秒掉。那这样的话，咒术师也往小木屋走，外围的守墓人是可以去摸气象，然后去补最后一台机子的。是的。看一下捏捏这边猜到了，但是没办法，手里移形也没有，然后空中飞人次数也不多，所以只能暂时把人赶走，拖一下自己的传送。现在捏捏要做的就是尽快去消耗一下救人位的道具，尽量让他在开门战的时候变得是一个白板比较难牵制的一个状态。想直接上双球，但也是没有打到，比较可惜。做的都很好。对，
那最后的2台密码机同时要开始破译了，管哪台都不太好。现在妮妮有点两难，但好消息是在开门战之前他手里有技能，但坏消息是他没带挽留。然后开门战之前，求生者节奏都比较稳固，而且求生者也都还有道具，就是哪怕是咒术师，你开门战打他一刀，他一定也能够展出来一点技能。对的。飞轮很漂亮，直接顶掉。是的。那现在再次传上大船吗？那这样的话，开门战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一个传送了。过来管到磊磊，但是磊磊是有回光返照的。那手空中飞人如果没有能把人击倒的话，对于妮妮来讲就有点难受了。光球也是没有上到。最后一台密码机已经在破译，守门人到时候是可以卡个大门的。是，这个点位磊磊还在博弈。还必须上2颗球啊！那要等到下一个双龙惊喜好了，但下个双龙惊喜好了，密码机也压好了。对，知道你没有挽留，我就直接开。那大门守门人是直接给压力的。没错，这地方双龙惊喜再拉一波吗？没拉。那现在磊磊准备往大门走了，大门一半了。而且咒术师一会儿也是往大门靠的，对，甚至可以过来帮忙去教一下猴 ，OB 一下。红球，角落打倒。但这样的话，对于求生来讲还是偏平的。是的，咒术师一直在外围给压力。如果说你这边气象节奏没握住的话，可能求生者这边还有一个3跑的机会。这边捏捏应该不会把人挂大门了，就往海边挂回去吧，挂远一点。毕竟喧嚣的一个移速还是比较快的。是，尽量往角落牵一牵。然后求生者应该也是放弃了，毕竟。如果挂海边的话，这个距离是不太好走的，甚至一会儿可以把传送给拖出来，那么捏捏是有可能在这个去到大门的路上去多留一个人的。对的，这局很难想得到，主要是因为我们之前看过太多速闪之魂在就对手的一个手里艰难去保下平局的一个状况了。但是这个角色，因为你选到了海边，你也不确定海边那个大船上是谁嘛，那边如果是个气象的话，哪怕你是速闪，你也不太有机会能够把它给架住。看一下这局速闪之魂的一个操作，我们在之前来看一下兔这边的追击目标。闪先往守墓人的方向丢的稍微远了一点，没有笼罩到这个守墓人。对的，然后往这个方向压，看一下这边有没有人会往那个角落走。但守墓人是往另一个方向走，直接往海边走了。是，这个思路还是比较少见的。那这里想再偷袭一波小木屋，看这个走位。第一波打点怎么说比较精准？是的，但是一个木偶师在这个点位的一个牵制能力还是比较强大的呀。是，虽然说没有带双弹，但是其实走位来讲走的还是比较快的，毕竟前面还可以用路易去扛很多刀。对的，看一下卡一下狩猎本能，狩猎本能出不来，必须立刀。哦呦，这一波打到墙上了，没有拿到刀。是的，也就导致存在感没有拿到，比较可惜了。是的。看一下，接下来又是一个长板需要踢掉。好消息是木偶师是带了一手化纤维仪，对于兔警民来讲，这手化纤维它拉不开点，就必须要持续吃我的博弈压力。点数先覆盖住，霍克也是成功的交错路易，抵挡了一下伤害。看一下这波还要再干扰一下外围的一手救人位，这个位置回忆的身位比较差了，因为这个密码机边上属于不太好牵制的这么一个地形，对，想骗，但是回忆也很聪明，没有钻过那块板。对，还有板子提前下来，你哪怕来追我也得提前踩板。提前下的2块板，感觉可以帮回忆转到一个很安全的区域了，转进大船。对的，看一下这把伞又要再去找陶丸来了，兔子一鸣又开始全场游龙了吗？要开始压迫一下，高出了一个伞，压迫一下气象。但是这个时候看了一下，人好像走得很远了。那这个点位感觉还是只能强逼回忆了呀。对，回忆第2个铲子再直接续上。再回到海边，海边那边又是一个板子全下掉的一个区域，你还是得跟在后面去踩板，这也太痛苦了。速闪之魂这样的一个追击型监管，其实控场型监管是很缺追击的。是的，这一波再等到自然出产的话，那密码机可能要接近4台这么一个节奏了。前期拿不到节奏，哪怕是速闪之魂这样中后期控场也比较强的角色，也很难打了。看一下要不要找机会再等出土来个震颤呢？就看他往哪个方向，应该往窗户去震颤，然后翻窗了。看一下这地方有闪现落地刀的机会。哎，按好了闪现，防止回忆提前翻下去。是的，这样的话就可以再打一个落地刀。交一把伞压迫身位，这个位置应该是要倒地了。是的。但是时间已经来到2分36，而且最后2台密码机也已经修1半多了。因为这把求生者是完全没有多修啊。
唯一在牵制的时候是没有干扰到队友的一些密码机。那海边这一台，你想要逼迫凶者新开一台，但是是的我说实话，凶者这个时候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应该是要套个化纤维直接带走了。没错，空调已经提前贴了过来，让空调进行一救，也防了一个，哎，哎，失场，直接踢。但是我觉得这脚失场，2个化纤维下去，密码机还是会够的。哎呀，亏啊！而且最重要什么？你中后期没有终结求生者的能力了。是。那现在就抱着必须把人带，哎呀，死在这台是。我还以为你要说必须打出一个震慑才有机会，但是这一波是个无伤救。对，魔术师趁着你这边太惨的一个时机，直接过来无伤救了。那兔子一鸣现在看一下他选择什么打法吧。如果要换节奏的话，那等于说前期的3分半钟是完全浪费一个强风，现在开始一刀都不给你啊！这边想要去尝试消耗一下凶人的道具，然后再回头去挂这边的回忆，往大船上排了个伞，排一下守门人的位置，有点歪，没有第一时间看到，那还要再花点时间。我守门人那个位置应该还是能找到的，但是你在找人的同时，海边那台一彩 OK 还是找到了。到了，海边那台一彩也是一点一滴的在增加啊。对的。现在兔子一鸣已经没有技能了，就是对他来讲，开门战是没有传送的，所以他现在想再去拿到优势，必须要提前去拦住这个来救人的求生者了。对，过客在脸上看一下能不能压迫一下。过客手里还有最后一手化纤维一，压一下身位。但是这里也是成功交出一个路易，但这个身位已经救不了人了，得往板区里面钻了。没错，他应该也是来尝试一下，赌一下这个莫斯是没有回光返照的，被盖板了，而且后面的一个守门人已经被救下来了。没错。那现在求生者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去贴门，现在面临全线崩盘的一个危险，一个摇铃没有摇到，那直接进入开门战。私人开门战，上挂飞的守门人已经不知道在哪个位置。兔子一鸣现在唯一的选择是只能在这儿赶紧把过客击倒，然后再出去。没错，这把伞是绝对不能交的。但是你交了的话，那你就完全没有资本再去管小门了。一个摇铃。用一个十具成功顶掉，太帅了！蓄力刀也是没有打到，神具还是不够，把控的非常好啊！过客这2个救起来了，这把伞还是要忍住不能交，但是再忍下去门都要开了。另边门已经点到，过客现在知道我没道具牵制不动了，我就往角落里缩。是这个摇铃还是配走位躲掉，把伞也距离不够，这样的话对于 WBG 来讲就是一个稳定的3跑。没错。这一把只能说 WBG 的求生者他们太会应对速闪了，前期是完全没有给到任何机会。对，哪怕你是躲在一个没有视野的地方去丢这个伞，想偷袭小木屋，但小木屋的人他也知道，你如果说能够在第一波牵制的时候快速的把人击倒，然后压到了终点站的4连，我觉得还是挺有机会能够对的稳住这个局势的。主要是兔子一鸣他本身也是追击监管出身嘛，他说。把弓箭手放到了终点里面，然后兔子一鸣也是选到了起点靠近鬼屋板区的这么一个方向。对的，这个点位架住了，看看他到时候要追左手还是追右手吧。这个点他应该是往起点去了。如果说他来看一下兔子一鸣的追击目标是放在了起点站的园丁上面。点位去看一下空调前期拖了多久吧，因为他肯定会利用后面那2块板子去稍微拖一下时间再上车的。对，主要他还有个盾，他不着急。就算在外面吃掉刀了，但是能够把兔子一鸣卡在离车子更远的地方，那就更好。对的，这个位置是可以直接上车，然后直接开走。兔子一鸣也只能往外围绕。来看一下密码机的情况，队友是没有帮忙点这个站台的，3台都在破译。哎，引月断了，被迫回溯了一下。那这一波空调没有意识到，所以他还在车上待着，在上面等着，听一下你的位置究竟是从哪个方向过来的。是的。这个点位有一个窗弹的机会，他去了个盾下来，交盾，然后再补一个板弹，想往滑梯上走，2个弹射直接绕一圈，没错，要吃一刀，但是没关系，庄园老友还在，距离拉很远。他这一波主动翻下来，我觉得是比较伤的。如果说待在车边上去选择往左走，可能会更好一些。对的，算是亏了一点身位了。那这里兔子一鸣闪现已经好了，直接交闪闪倒，抽刀，抓到这个节奏点了。对于第一波的牵制来讲，不算特别久，属于是个偏向于监管者的节奏。对的，密码机刚刚3个半台多一点点。看一下这波救援了。是的，哇，这里佣兵还在破译啊，非常的自信。也是，毕竟鬼屋那边是可以补救的，所以对于求生者来讲，救人的压力不算特别大。你如果说真敢追我，追到桥上来，那么我鬼屋那边一放手，你还是该回去得回去了。看一下另一边过客也压过来了。对兔子一鸣来讲，思路倒是非常清晰。提前过来预判一下，
回溯也在压迫外围救人位的一个身位。哎，那这里出动了2个人过来，过客这波淘汰进度卡的还是比较死的。先救下来，那这个点位，空调只能往鬼屋的方向，或者说往双窗的方向去靠了。如果说鬼屋没有地下室的话，是可以去转进鬼屋里面。看一下，哎，兔之明也没看到这边有没有地下室，偏了一下脚印。这边还可以再续一个秒盾，下一波下来是有机会能够牵制的。哦，这还有个地下室，对的，能牵得进去吗？感觉兔之明应该是要求稳挂外面了直。接挂桥上，桥上下来的话，园丁的一个牵制空间是比较小的。那我们看一下场上的密码机，最后一台密码机是鬼屋版区的，有一个94的还没有点啊，前面没有来得及补开。到时候还要火灾再过去跑一趟。嗯，这样的话，佣兵跑到这边的一个3站上面去，可能要考虑再等一等了。是。这个地方稍微拖一下嘛，毕竟他有3个护腕，3个护对过来是腕救人可以救的压力还是比较小的。对的，密码机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这波看看能不能救下来，扛一扛刀。拿一刀，要往鬼屋里面走吗？说要往鬼板帮忙扛进板区。扛一刀可以。如果说能够扛到这个化险为夷以外的这么一个时间，园丁是有机会能够上车的。对的，板子踢掉，那看一下还要再卡位吗？回头还要再卡一个板。这里应该会续出来一个盾，然后再找机会上车。佣兵也是一直在找机会去蹭断你的音乐。是，但最后一台密码机插的还是有点多啊。这个盾能续出来吗？站出来了还，可以，还能见到3板。是的。那3板里面看一下，哎，不走右边吗？不走右边要被卡位的。呀，感觉得去走右边的那个小短板，但他空调他可能觉得我去右边的小短板割据太好博弈了。对我去里面也不一定能活下来。而且如果说我走中间的话，这样会离远处破译完的逃完更近一点。但我说实话，这样的话亏啊，因为弓箭手其实已经在旁边准备好了。是，如果说他走那个短板能够进去，稍微拖个2秒钟，那么弓箭手是可以到位的。但是对于琼子来讲，就算 OB 下来了，其实园丁他是没有带回光返照的，对，也不是特别的优秀吧。就这个局势，刚刚好像嗅到了门口是有个弓箭手在等的，是所以想去压一下弓箭手，但没看到，那回头只能去再挂一手佣兵。那这里可以看到过客非常聪明啊，他选择先把鬼板的密码机给补完，然后再回去补起点，因为起点离门口会近一点。兔子一鸣这边好像也意识到了，你为什么起点修着修着不修了，跑到鬼板来？是的，那我这里有机会能拦得到。对，如果把火灾给留在这个终点站，那么他就更有机会了。是抽刀还抽倒，到时候还得弓箭手再过来一趟，密码机确定要压好了。这里想先出去把陶丸打成半状态，然后再回来挂人。陶丸这波状态是一定不能掉的，因为一旦掉状态，这局可能就偏向监管者要进行一个3抓甚至4抓了。是的，但这么一个时间来看，其实过客也有机会能够拖出来。所以这边兔之一鸣回头直接把人挂起来，然后地窖救者这边也是已经排出来了，选择挂到起点的一个椅子。对，离密码机更远一点的位置，因为佣兵要过来的话，到时候我还能再追佣兵。是的，这样的话，如果说你救下来人，他是有机会能够传送到密码机边上去的。看一下陶丸的一个选择，这波是有时间差，佣兵要过来吗？佣兵得过来吧？佣兵应该是在往这边靠了。对的，这波靠过来的话，有点远，让弓箭手压密码机。感觉要卡半的话得交道具，估计是不打算卡半了。我觉得不卡半好，这个时候，因为你不卡半的话，那么一个人开门，另外一个人是有机会走地窖的。道具还能再省一省。对，如果说你卡这个半的话，反而椅子上有人嘛，那么地窖也跳不了。哎，也能打一个交换，要换到密码机边上去。密码机，然后让陶丸过来打近身博弈。是的，他们还是想保佣兵一个满状态啊，而且同时也能去保到开门站的一个过客的牵制时间。对，有弓箭手在，这个保人的时间应该不会特别短。这波直接打到了一个针对，先给上一线，躯干一线。这样的话，你要打隐约就一定得断。是。那这边看一下回数交掉了，再去追过客，弓箭手也待在边上，那佣兵应该会直接点一个起点门。过客这个位置有点危险，算小短板博弈。另一边陶丸也已经走掉了，只去点门。还在进行一个短板博弈，这个地方应该是要倒了吗？没有，还在翻。那恐惧震慑翻到板子另一边。是的。看一下兔一鸣直接进行传送，传送落地还是要去找这边的一个弓箭手。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回忆破译完密码机呢是没有选择点这个起点门的。对，有壁弩，有飞轮，非常精准的一个龙骨弓，直接射中。看一下这波要进行飞轮以及壁弩的博弈了。哇，这个壁弩也是非常精准，再补一个飞轮，补上一个近板的距离。再还有往外拉，看这波飞轮，哎，
哎呦，直接倒地，他飞轮已经交过了，飞轮交过，刚才用来续当时摁过那个板子，用来那个续那个板子的一个身位，差一差一点点，还是但张把浩也是控的非常的极限啊。对，也是拖到过客起来了嘛。嗯，但另一边的门也已经点开，看一下来得及吗？对于兔君来讲，这个熟练度应该是不太来得及对中间要了，不能断。毕竟过客那里已经到达了接近终点站的这么一个位置。中间没有能够再去引援的地方了。也主要还是开门战的这两波拖延吧。我觉得火灾啊以及弓箭手他们都是成功的拖缓了兔子移民把人给击倒了这么一个节奏。对的，主要是这手桃园的弓箭手，他虽然飞轮可能要用来顶板，没有拉开身距，但是其实说能堵到这手幸运儿，感觉幸运儿的点会比较偏，会把它放到起点站的位置去，哎，说不定来一手反心理放到终点站的一个位置。都互相去藏位置。来看一下鬼屋，哎，但这个思路这里也是找到了。对，很偏啊，把这手幸运儿放到了鬼屋。但其实这个点位呢，就是幸运4选1嘛。这波不用想了，一定是去追这个幸运儿的。肯定不能把幸运儿放虎归山。对，磊磊这里也是直接往右边走，看一那这样的一个下第一个常规牵制许愿包裹会是手电筒吗？看一下，这样的一个牵制思路就有点意思啦，很考验他的一个倒车基本功了。对，而且你看他的一个走位也在往空地上走，看这个手电筒能不能操作出来。到了也是往左边绕了一下，不进入他的一个手电筒照的范围。的，然后再利用反弹继续往外拉，有没有抽刀的机会啊？身位还是差一点点。对，看一下这波博弈，骗到啦，但是前面没有留影子，所以磊磊也是大胆翻。没错，直接给到一刀，这刀给的很快。庄园老友，我要直接进入外围的2板。是的，但是也只能转到这个2板了，不能再转远的地方了。而且这个时候捏捏就可以稳一点。他带着闪现，可以尽量跟这个幸运儿保持一个安全身距，等到最后闪现直接终结，也是1分钟击倒。这个地方有一刀，直接拿刀直接抽倒了。刀可以，还把闪现省下来，这样的一个追击思路，甚至比上一局还要再更快，并且把闪现也省下来了。没错，那这一波再往起点挂，干扰一下起点的马尾。不过还好马尾这一波是可以充当一个救人位的，毕竟他带了一手化险为夷。对的，而且到时候气囊也能够去尝试保活一下这手幸运儿。地方继续跟，看一下能不能找到机会去逼求生者这边秒救。绕一圈过来要处理气囊了，哎，气囊处理掉，现在马位只剩一个气囊，而且还要被探一个天赋点，我觉得其实对于妮妮来讲完全不着急的。这个地方提前拦一刀吗？还是想卡过半，想卡这个淘汰进度？要你贴一下，看一下这波博弈。是的，没有掏。哎，走了被救下来吗？过半了啊！那这里直接脚闪不没了吗？这他怎么走了？但这一波一切都发生太快，对捏捏也没有反应过来，捏捏没有反应过来，说这个人怎么走了？他第一时间还没过来救啊！他第一时间都不敢去追双倒。其实他当时如果直接闪倒马尾的话，这把应该是要进入一个4抓节奏了。但现在其实对于妮妮来讲也很稳定。是的，这里还想再过来打一下。这场给到佣兵，幸运儿是直接要进入挂飞一个状态了。没错，手上还有闪现，幸运儿是非常难牵制的。对，再加上之前的火灾调查员2个气囊已经全部交出来了。到时候我再去找火灾调查员，那火灾调查员也牵制不了。错，就看这个手电筒能操作出来吗？没操作到。掉头刀直接打倒了，而且确定石子的一个位置啊，就在起点边上。对，就看这波堵身位能不能堵到。看外围已经在摸了，看一下这个在抖的，通缉到谁了？通缉到的是弓箭手。那确定摸好，没关系，我可以压一下脸上幸运啊，脸上的一个佣兵。没错。这里继续排人，先看一下能不能排到位是吧？过来再听耳鸣，听一下不着急，因为他其实已经知道马尾那边是没有道具的，哪怕你满状态，他也是可以快速的去追击的一个。对，我就这样去找佣兵，佣兵因为现在是半状态，我是可以尝试压一下的，我节奏实在是太好了，这局就是平棋。错，一个回。佣兵要是给失误，我手里闪现再看看能不能拿到节奏点。错，直接交闪，然后可以切成传送了，没问题，直接切成传送，然后打手椅打一个。换追密码机的这么一个节奏，对的，而且这样还有一个思路就是，到时候火灾上必须得来救人就暴露化险为夷。那暴露完化险为夷就2种可能性，一种是你只带化险为夷，一种是你没有带回光返照。对于你来讲也是有一个博弈点。这个点位看一下，鬼屋的密码机停了，那捏捏可以直接拦得非常远。这边弓箭手也是不太好救人，也是让弓箭手来救人，对，这样还要藏一下天赋。你前面是破译过鬼屋的密码机的呀，捏捏这一波排人是非常的精准。就看能不能提前拿到一刀了。这里想在外围拦到一刀，这局对于你来讲就直接立于不败之地了。这回速没有回，因为那边影子已经消失了，一个龙骨弓空掉了。那这样的话，这一刀就要给到身上了。对，这里这一刀应该还是
拿一刀救人，稳稳的。但密码机来讲是不太够的，毕竟起点这里是有一台遗产。对，主要是这样的话也会消耗到狮子在开门战之前那个道具。哇，交道具还吃刀，很亏了。没错，那这样的话，下一波他是可以直接去管起点的。就我把佣兵挂上以后，我可以直接去管起点的这个弓箭手。年年完全不着急，现在节奏就掌握在他手里。更何况到时候开门战一定是有一个传送等着兜底的。没错，但是起点这台密码机好像有机会强行开掉。但没关系，还有最后一台。对，离得也很远。如果这里周末他去选择开最后一台大遗产的时候，捏捏再传送也来得及。看一下捏捏这边是不想去管后面的人，想过来直接看他能压到这边的弓箭手。哎，龙骨弓好像射空了，再补一波侧壁弩飞轮。要可以，这波不是不能再冲了。哦呦，强行解了一波插刀。对，那这样的话还能再拿一波节奏。外围的化险为夷也被闷掉了。是。那这里火灾再往起点靠，应该是准备让火灾去破译起点，然后再救人。把遗产修掉。但这里火灾救不了人的，因为手上传送已经好了。对，你敢把密码机打开，那你就没法救人。是，你但凡在外面吃刀，我就直接针对你火灾打了。一刀拿到，这个时候你也是可以考虑回速的，不着急。当然也可以考虑直接在脸上把这个人处理掉。是的，处理掉的话又有一台遗产可以压，哪怕那边佣兵把人救下来了，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你两个人都是上过椅子的，甚至佣兵是挂飞。是，而且你们一定得去破译最后一台密码机。对的。只要破译最后一台密码机，他就还有机会可以传送。所以这样的对局对于您来讲，现在还是一个基本上是真多抓的一个机会，很大的概率能拿到多抓。是。现在击倒要看一下有没有人过来，如果没有人过来可以回速。提前选择把火灾丢在地上，他想排一下，想排一下尾板的耳鸣，想再开一波节奏，因为后面知道97的机子好像要压的话不太好压的。这里龙骨弓还在扭，还在骗，在骗龙骨弓。但中位也很稳。那这边隐喻一交应该是能够打倒了，看一下这边能不能命中要害吧？没有中，没有命中要害啊，非常的可惜。火灾那边也是交出了自己的一个绝处逢生。好消息是狮子现在多了一颗球。是的，半颗球可能成为中后期的一个伏笔。但是这边弓箭手已经是2挂了，这个人怎么救呢？你把不一定来得及，密码机差一半，把起点开掉了，但鬼屋这台怎么补啊？非常的难补。这里火灾如果被打倒的话，那就提前进入一个倒地淘汰的一个状态了。捏捏这也是进行一个钓鱼，看一下能不能把佣兵给骗出来。但捏捏不着急，他就只要把正常的弓箭手手飞就可以了。佣兵这里是不敢救人的，毕竟他自己是一个挂飞，自身难保。看一下这一波，知道佣兵的位置就在鬼屋附近，要不要上楼排一下呢？不着急，因为脸上密码机不多，他是可以直接去找起点站的人的。错，因为现在2个求者要去打中后期的拉扯，要考虑能不能双人双跑，还是太难了。是的，而且马尾手上也没有道具了，这里是非常难牵制的，甚至都不太好到过山车那个方向。对，这个位置倒地，看到你密码在修，我是可以直接传送。这局对于你来讲4了。没错，这个地方佣兵是直接拉球走，捏捏是很快的排到了脚印的一个位置。这个位置还能去压到这手地窖。来一个回溯，那这个点位狮子需要牵制的时间有点太久了，太难了。是，主要还是前期的救人安排上面吧，没有安排的特别好，以及迅儿的手电筒也没有发挥出很好的效果。是的，那这样的话也是恭喜 WBG 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是的，而且确实。